官渡之战是汉末三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，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。在讲解这场战役之前，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此时的天下局势以及官渡之战发生的历史背景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受衣带诏及官渡之战爆发。199年，袁绍打败了公孙瓒和黑山军，北方已无人能敌。除了占据冀州之外，他还封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，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为滨州刺史，北方4州之地尽归于他。曹操则打败了袁术和吕布，占据着兖州、豫州以及徐州，长安的韩遂和马腾在名义上归顺于他，因此司隶校尉部也属于曹操的地盘。至此，袁绍和曹操便以黄河为界，袁绍控制着河北4州，曹操则控制着河南4州。另外，江东小霸王孙策占据着江东6郡，刘表占据着荆州，刘璋占据着益州，张京控制着胶州，韩丹商控制着凉州。除了以上这些大诸侯之外，还有些小的诸侯，比如公孙度盘踞于辽东，并州的部分地区被羌胡和南匈奴控制着，王毅占据着河东郡，张扬占据着河内郡，张绣占据着南阳郡，张鲁占据着汉中郡。对于孙策，曹操将弟弟的女儿嫁给了孙策的弟弟孙匡，并且为儿子曹彰迎娶了孙贲的女儿，双方结成了儿女亲家，稳住了孙策。接着，曹操便把目光瞄准了河内郡的张扬。199年2月，他率军来到昌邑，张扬的部将杨丑便杀了张扬，准备投靠曹操。然而虽固却杀了杨丑，率领大军屯驻于社犬，准备投靠袁绍。社犬即今天河南省沂阳市东北。4月，曹操率军来到黄河岸边，派史涣和曹仁渡河进攻睢固，睢固被杀。曹操亲率大军渡过黄河，包围了社犬，其余部众全部投降。之后，曹操任命魏种为河内太守，将河北事务交给他处理后，率军退到了敖仓。之后，曹操让臧霸等人攻入青州，迅速地占领了祁郡和北海郡等地。接着，让于禁率军驻守在黄河南岸，负责监视援军。至此，曹操和袁绍的战争便一触即发了。为了对付曹操，袁绍派人去联络张绣和刘表，准备南北夹击曹操。张绣收到袁绍的信件后，准备同意，可贾诩却对张绣分析说：第一，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，属于名正言顺。而袁绍如果出兵攻打曹操，便是叛逆之举。第二，曹操兵力较弱，更愿意拉拢盟友，而袁绍兵强，如果投靠袁绍，并不会得到重用。第三，袁绍不能容人，甚至连兄弟都不能相容。之前吕布曾帮他打败过黑山旌旗，可他却要刺杀吕布，幸亏吕布跑得快，才保住了性命。然而曹操志向远大，尽管你在豫水之战中杀死了典韦和他的长子曹昂，他也一定会不计前嫌地拉拢你。最终，张绣听从了贾诩的建议，向曹操投降。曹操得知后大喜，亲自前来迎接张绣。他拉着贾诩的手说：能让我的信誉扬于天下的人是你呀。说罢，他拉着张绣的手一起参加宴会。之后，他拜张绣为扬武将军，并且为自己的儿子曹军迎娶了张绣的女儿，俩人结为了儿女亲家，拜贾诩为执金玉，封都亭侯。至此，袁绍拉拢张绣宣告失败。再来看刘表，按《三国志·刘表传》记载，刘表假装答应袁绍，可实际上却按兵不动，准备坐山观虎斗。按《三国志·桓阶传》记载，刘表本打算与袁绍结盟，可就在这时，长沙太守张宪据长沙、零陵和贵阳3郡造反，刘表只能先去平叛，而无法出兵相助袁绍。总之，拉拢刘表的希望也落空了。除了以上这些诸侯外，还有一个人也非常重要，他没有地盘，也没有多少兵力，却志存高远，他便是刘备。他曾接受陶谦的嘱托，做过徐州牧，然而却被吕布打败，还活捉了他的家眷。不得已，他只能只身前往许县，投靠了曹操。曹操任命他为豫州牧，并给他支援兵马，让他屯驻在小沛。结果他再次被吕布打败，只能再次只身前来投靠曹操。吕布被曹操活捉后，刘备力荐曹操杀了吕布，
之后，曹操将他封为左将军，一起回到了许县。曹操对他非常要好，出则同舆，坐则同席。有一次，曹操对刘备说：“当今天下可称为英雄的，只有你和我，原本出那些人不足挂齿。”刘备当时正在吃饭，听到这番话之后，暗吃一惊，吓得连筷子都掉到了地上。恰巧此时打了个响雷，刘备便借机对曹操说：“圣人言，迅雷锋利必变。”这话是真的不假，一个响雷竟然把我吓成了这样。曹操当时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，可事实上，刘备心里是非常不安的。汉献帝自从来到许县之后，曹操便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大权独揽。汉献帝不甘心只做个傀儡，便将诏书缝入衣带，秘密地传给董承，让其交给刘备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带诏。董承是汉灵帝母亲董太后的侄子，也是汉献帝嫔妃董贵人的父亲。他从长安护卫汉献帝东归洛阳之后，密诏曹操擒王，曹操便将汉献帝以及百官都迁往了许县。他作为汉献帝的岳父，也是汉献帝最为信任的人，他当然也对曹操的专权表示不满。于是拿到汉献帝的衣带诏后，他便与种吉、吴硕、王子服、吴子兰以及刘备等人密谋诛杀曹操。然而还没等行动开始，刘备就被曹操给派走了。当时袁术准备北上青州去投靠袁谭，曹操便派刘备和朱灵等人前去阻击。刘备领兵刚走，程昱和郭嘉等人便来劝说曹操。他们表示，刘备的雄心壮志不可估量，而且此人不甘屈人之下，因此一定不能让刘备离开许县，一旦让他离开，必定是后患无穷。曹操听后也有些后悔，连忙派人去追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刘备到达下邳后，顺利地阻击了袁术，袁术只能退往江亭，在这里呕血而亡。之后，朱灵等人返回了许县，而刘备则立即处死徐州刺史车胄，让关羽留在下邳驻守，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小沛屯驻。徐州诸县纷纷响应刘备，很快他的军队就达到了数万之众。之后，他派孙乾北上去联合袁绍，袁绍则派遣骑兵前来支援刘备。曹操得知后非常气愤，立即派刘岱和王忠率军去攻击刘备，然而他们却不是刘备的对手，无法取胜。刘备对刘岱等人说：“曹操派你们前来是奈何不了我的，就算曹公亲自前来，结果也尚未可知。”200年正月，衣带诏事件败露，曹操异常的愤怒，立即将董承等人全部处死。董贵人当时已经怀孕，汉献帝多次向曹操求情，但依然没能保住董贵人的性命。至此，衣带诏的参与者就只剩下了刘备，曹操便准备亲率大军前去征伐。这时，曹操属下的将领和谋士都不赞同，他们表示，一旦大军出发，袁绍必然会从后面偷袭许县，到时候两线作战，凶多吉少啊。可郭嘉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他表示，袁绍性格迟缓，而且多疑，他一定不会很快出兵。相反，刘备刚刚兴起，人心还未完全依附，如果迅速出兵攻打，那他必定失败，否则等他羽翼丰满后就不好对付了。这是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千万不能失去这次机会。曹操听后深以为然，采纳了郭嘉的建议，立即亲率大军前去攻打刘备。田丰得知曹操出兵后，立即对袁绍说：“现在和你争夺天下的只有曹操，而曹操此刻正在出兵刘备，他们之间的战役不会很快结束，只要现在调动全部兵力袭击曹操的后方，则必可平定。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切不可错过呀。”可袁绍却说：“小儿子正在生病，不宜出兵啊。”田丰气得浑身发抖，出来后就举起拐杖猛敲地面，悲哀地说道：“大事完了，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时机，竟然因为小孩生病而丧失机会，真是可喜可叹啊！”田丰的牢骚传到了袁绍的耳朵后，他非常的恼怒，从此便疏远了田丰。曹操率军到达小沛后，担心袁绍出兵许县，于是加紧攻城，不到1个月就将刘备给打败了。刘备战败后没有逃往下邳，而是逃往了青州。青州刺史袁谭率军前来接应，将他迎到了平原国。之后派人去告诉袁绍，袁绍得知后大喜，离开邺城200多里前来迎接刘备。
刘备跑了，可他的家眷却还在下邳城。曹操率军来到下邳，下邳的守将关羽抵挡不住，于是刘备的家眷以及关羽等人全被曹操俘虏。之后，他迅速回军前往官渡，防止袁绍过河偷袭。199年6月，袁绍挑选精兵10万，战马万匹，准备南下进攻曹操。官渡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。那么，官渡是先在哪里？官渡之战的具体战役又是怎样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